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好，我们在今天礼拜改成华语，好，不知道大家习惯吗？习惯。好，习惯。好，可能有点刚刚那个台湾提豆那个哈，就变成双声带了哈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上帝都知道。好，我们诚心所愿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在我们勤服事的系列里面，大家跟旁边说要勤服事，要勤服事。好，我们做一下勤服事的动作。啊，跟旁边人说你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嘉旺教会是一个勤服事的教会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。现在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好，让我们今天开始为了礼拜的顺畅，我们改成华语的礼拜，也透过你的华语，使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教会来领受上帝的道，一同敬拜。主也求你祝福在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主要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虚心领受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回应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年呢是宗教改革的第几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那个答案都在我们楼下的布告栏上，有好多的海报都在贴同一个活动。好，今年有庆祝哈，那一定是整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台湾的那个教会历史宣教多少年？150年。好，那今年呢？哈，是宗教改革的500年。他说500年哈。那这个呢是原型德国的马丁路德，他是在1517年。好，1517年啊，所以到今年啊，说错了是到明年。好，1517，所以到明年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开始都在做庆祝。好，然后它是10月31号。好，那现在10月31号被商人炒作，都在过一个什么节？万圣节。好，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基督徒不知道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整个遍布在所有的幼儿园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天都出来游行要糖果啊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呢，基督徒是没有在过这个节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万圣节它是西洋的鬼节啦。好，你会过中元节吗？没有，对。那你为什么要去过一个西洋的鬼节啊？那可是对我们基督徒，尤其是新教基督徒更有意义。10月31号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，因为它就是那一天发起的。好。那这个宗教改革的精神里面呢，哈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其中一个叫做万民皆祭司。万民皆这位就是马丁路德先生，哈。好，那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呢，服事不是只是神职人员的权利，好，因为在之前的罗马教廷、天主教里面呢，哈，所有的侍奉通通都是神职人员，啊，所以很多的时候，百姓是无法自己读圣经，无法唱诗歌，这全部都不是都是神职人员的专利。好，那也因为这样的宗教改革，才开始让教会在整个敬拜的礼仪上面，让信徒有参与的份。好，所以今天大家才有机会可以在那里填服事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这个原来就是马丁路德他在做整个圣经的研读的时候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，他就发现说，神的原意原来是要以色列的所有人都要做祭司。好，就是整个以色列主，整个以色列国应该都是祭司，是祭司的国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第6节。好，上面这个经文。好，来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好，这是摩西领受，所以他是整个什么？以色列人应该都是祭司的国度，被上帝拣选。但是偏偏呢，这些人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话的时候，
他们竟然在下面造金牛犊拜偶像，就堕落了，失去了这个位分。所以神呢，他就只好再重新拣选，就在这个族里面呢，选了唯一没有拜偶像的利未支派，来做侍奉上帝的支派。那当然，在利未支派里面，又选了亚伦这一家来做祭司，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分别，了解吗？不然应该是整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国度。好，那牧师在上面有打地位人的职责，因为是记载在民数记3章5到10节。好，今天牧师的讲里面有蛮多地方是没有写上去让你们填的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做笔记。好，那利未人的职责是什么？他是服侍祭司，还有呢，在这个幕前，就是在会幕的前面，来办理会幕的事情。好，那所以因为这样子，牧师再稍微解释一下祭司利未人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你先跟旁边的人说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因为你也是被拣选嘛。现在在属灵的里面，我们通通都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也是属于祭司的族类。好，那在旧约里面呢，祭司他要受膏抹，主要的工作是在会幕，下面牧师有放一个会幕，算小小的，但是它主要在它的这个这个会幕里面是祭司才能够进去的。那在里面干嘛呢？就是要能够里面要献上那个金香炉、陈设饼，等于说将这个百姓的这个感谢，然后呢盛在神的面前，还要补这个陈设饼金灯台的油，让百姓让神可以一直同在这个会幕里面，而会幕就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的当中，表示上帝的同在。那当然，祭司除了这个在外面也要献祭，要在外面杀牛杀羊表示呢，让上帝的祝福临到百姓的当中。那祭司也要做教导还有审判的工作，那也会透过祭司让上帝来对百姓说话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在这个整个的职分里面是算是比较重的，因为它需要什么？跟神连接，好像在神跟人的中间，就好像现在的牧师，长老、执事，或者是我们的区长，校长、小组长，各样的领袖。为什么？好，我问一下，我们的这些领袖，他是不是也要常常的为百姓祷告，为会众祷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要有教导，也要有劝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只是什么？范围的大小，责任的轻重而已，但是一样，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事。那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是祭司，除了祭司之外，这个会幕里面的服事还有谁呢？也就是刚刚牧师所讲的利未人。大家说利未人，利未人。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，这些给息不是祭司在装置或准备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走，所以这个是移动的，走到哪里怎样？帐篷就扛到哪里，谁要扛？就是利未人。好，那在这个民数记3章6到8节呢，就选了3个家族，革顺、哥辖、米拉利的家族，就负责什么？要看守、要拆、要装、要搬，所有的器具。所以这样子也是叫做圣所的事奉。一样是会幕的事奉，不管是硬体、软体，这整个都是为了什么？让上帝临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。
好，那今天其实教会里面，刚刚除了牧师讲的这样的祭祀的侍奉，所有大小的侍奉、领会、招待，啊，主日学啊、诗班，啊，清洁，还有什么烹煮爱餐，啊，行政、采买、影音，所有这一切，都可以算作什么？利未人的侍奉。大家说利未人。利未人。好。那所以今天在这个经文《申命记》18章第7节，好，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。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。所以整个会幕、整个圣所，不是只有几个人在忙而已，而是什么？所有被拣选的怎么样？大家一起来。好，大家一起来，好，才能够让整个圣所的敬拜是有上帝的同在的，好，让上帝的荣耀同在。那现在来到新约哈，而且有一个更大的恩典，在那边因为被拣选了，你生是什么样的家庭，是什么样的血缘，你就是被定了嘛，啊，你是，所以他们是传承的，祭司是什么？世袭下去的。好，利未人是世袭下去的，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可能利未人当一当？哎，我表现出色，我晋升为祭司，然后祭司表现出色，再晋升为大祭司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好，你是哪一个家族就是哪一个。但是感谢神啊，现在我们进到新约，好，所以我们很多已经就是透过一个心灵和诚实，来表现过去旧约的这个教导。那因为耶稣已经打破隔阂，所以现在怎么样？有可能你现在只是初期开始接触教会一些很简单的事工，但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是什么，好像成绩比较低，不是，而是当你开始从这个一些微小的事情开始操练，有可能当你越做越有这样的一个专精，有这样的负担，然后被提升，你可能又成为一个主要的担当，或者呢，甚至说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一个传道人进入教会，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所以不是永远在那里扛这个器具，在这个扛器具的当中，上帝看到你的忠心，又看到你的委身，有可能就在借着你的才华分享出来。好，我还记得那个新加坡的康熙牧师，他曾经教导我们说，他以前还没有就是全职呼召之前，他在教会还在青年团契里面，他每一个礼拜的服事是什么？就是来教会排椅子，哈利路亚！但是他后来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师。好，也感谢上帝，我们教会可以让弟兄姐妹排椅子，阿们。好，跟旁边说，你可以来排椅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而且我们看到在这整个的侍奉里面，很特别的，这也是一个今天牧师讲的比较狭义的圣所的侍奉。为什么？他们是都在一个固定的空间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利未人，不管祭司。都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所以这个现在的圣所在哪里啊？就是教会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所以第一个服侍教会，你就等于什么？服侍上帝了，侍奉教会，你就等于侍奉上帝了。既然等于侍奉上帝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？不行啊！因为圣经里面有教导，整个利未记里面，把你光这个祭司要怎么献祭，祭品要怎么摆，要怎么做，通通怎么写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所以这一卷书很多人都不想看，讲跳过去，太繁琐了，太巨细靡遗了。好，所以显然圣所的服事是你要按着上帝的规定跟条例。好，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人想要那个试试上帝的界限在哪里。好，所以亚伦他2个儿子拿达、亚比户，他要献
那个火，对，就是刚刚讲的圣所里面，他们要点金香油，那个要火在上面的，他怎样？就随便拿了，不晓得是什么火啦，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在烧的火就拿来了，不是按着上帝的规律，结果上帝只好杀鸡儆猴，让他们知道，我清清楚楚交代这些东西，不是随便讲讲的，你们要去听，所以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，按照圣经的教导。那实际上在教会的事工里面，有没有需要按规矩行？有要啊，好，那在长老教会里面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规范，就是法规。好，主要大的原则，大概牧师的设立、长子的设立、会议怎么进行，这些是比较属于大方向教，还有教会的财务都有一个方向，都有一个准则。好，那在教会里面呢，当然可能我们也许有些人开始在参与侍奉，像我知道说过去的江南教会其实是很清楚的，都有一本什么手册、教战手册，SOP， 包括诗会在台上，你要怎么穿，你要怎么讲，流程通通都有。这不是说怎么这么制式化一些，而是怎么样让你不容易出错，让你至少能够把一个该有的态度表现出来。那既然要按规矩，能不能被指正？能不能被教导？可以，因为这样才能够调整你，我们来到一个对的地步，来做，不是说你做不好，而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能够来更有一个规范，更有一个规矩来做。例如有的教会，他可能侍奉的人你要提前多找到，都非常的清楚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其实给弟兄姐妹很大的空间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我们依然可以要有自己里面要有这样对的态度。不是什么都要别人一定要很要求你，而是你自己知道，如果你是侍奉的人，你就你应该要提早到，你要预备心，不是匆匆忙忙的，等等的。好，那你看祭司穿什么？这一套，跟你讲价值不菲，因为他胸前12个都是宝石，而且不小颗然后它所有的线都是什么？都是那种金线，很贵的，所以这一套这个圣经里面有讲说呢，出埃及记28章第2节牧师没有打出来，我念给你听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哇，所以这个不是随便拿一件衣服来穿的，为什么？它要代表出上帝的荣耀，所以你今天要服侍，尤其是在台上，能不能随便穿？为什么？不是说好像要装模作样，而是什么？你要有祭司的柔美，阿妹。我记得之前呢去那个东马古晋那边的一个小乡村去服侍，那个教会其实它非常的贫穷。那边的也许是文化，或者是更是贫穷。那边的青少年他们都穿夹脚拖，上学也是都穿夹脚拖，因为大家就是这样，也没有那么多钱。可是当他们要做礼拜，所有的年轻人一定会换上他唯一的那双布鞋进来教会。这表示什么？就是一个庄重的态度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个。我们需要你看到侍奉教会就是侍奉上帝，你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服侍神。第二个，侍奉上帝就是把最好的给他。什么叫最好你认为你收到印象当中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我相信绝对不会是昂贵的礼物，而是什么？一个让你觉得很充满了心意。
大家写下心意，其实是用心意来衡量的，好，是用心意来衡量的。那我们就要想，那上帝所喜悦的心意是什么？好，不然的话，圣经里面，有的人被夸耀，有的人被骂，那到底标准在哪里？对不对？神都没有说明文规定，不是说奉献2个银钱的寡妇被称赞，那以后我们全教会大家都奉献2个银钱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超过的反而被骂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而是那个寡妇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神喜悦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神喜悦的是有牺牲。下一章。神喜悦有牺牲，因为什么？牺牲里面有爱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爱，你牺牲不下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3到6节。这是一个打破香膏的女人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念。好，在第3节，这个女人呢，来为耶稣打破玉瓶，膏在耶稣的头上。这个玉瓶里面是真拿香膏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就在议论30多两银子。之前牧师有解释过，将近1年的工资。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女人存这样的香膏，其实是为了出嫁用的。如果不是出嫁，就是为了死人的安葬，这是非常昂贵的。好，1年的工资，你算一下，你1年年资多少？40、30、50、100，这一瓶就是这样，就打破了。好，打破了就没有了。好，女人没有，不是说我再存1瓶，因为这一瓶就等于代表了她的生命，她就给了。这有没有牺牲？就是牺牲。然后，所以耶稣为她排除众议。然后第6节说，他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上帝喜悦，耶稣非常的喜悦。而且第9节还说，普天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是以为纪念。为什么？为她牺牲了。再一次大家说牺牲。牺牲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你最近一次为上帝牺牲的是什么事情？好，什么叫做牺牲？所以你服侍，如果你需要练习，对不对？可能怎样？你就要花时间。好，你可能这个时间变成，你本来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可能要来练习，你可能要去学习，你可能要花钱。好，这等等的，好，这不是什么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好，也不是舒服的事情。好，神喜悦有牺牲，圣经里面非常多。哈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哈都不用讲。然后呢，上帝呢悦纳亚伯的献祭。好，对神第一个神所喜悦最好的就是这是一个有心。所以今天当你被受邀，哇，要来，你开始里面有那个挣扎，有觉得是吗的时候，感谢你有可能对了，因为什么？你要开始牺牲了。阿们。好，第2个呢，神喜悦的是有顺服，服事当中有顺服，因为顺服当中怎样有爱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22节。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好，这个经文都不用再说了。神不是要你呢做了100分的侍奉，但是什么？你的心是对神背逆的。我们当中有多少的父母说：“我喜欢我的孩子各科成绩优异，领奖。”好，当然让你觉得哇，我真的是我的孩子光宗耀祖，都讲得出口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是，他对你绝对的背逆。你要这样的孩子吗？你每天在那个家里面，你就哇，对不对？那个心就一直被扎，一直被刺。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即使不是做得再好，你对神没有顺服，
对神来讲，我宁愿不要，宁愿你拙一点、笨一点，但是呢，你愿意什么来顺服我？有可能很多人在服事上面，因为已经太有经验，他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，但是神反而会更喜悦。我发现有很多人通常第一次、第二次的那种都平出来，可是上帝的那个同在的高度都很大。为什么？这样的人拼命抬高，太紧张了，太不知道呢。这反而是神有更大的怜悯、更大的施恩临在这样的服事者身上。阿们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经文，约翰一书5章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所以牧师为什么说顺服里面会有爱，就在这里。你如果爱他，你就会愿意听他，即使跟你完全是无法接受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他绝对有他最好的心意。所以神要我们透过顺服他来表现我们对他的爱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是最好的祭？因为他有牺牲，他也有顺服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个经文，腓立比书2章8节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可以看到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有顺服，也有什么牺牲，所以他成了最好的祭，也是我们最棒的祭司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当你有为了服事，有牺牲，有顺服，你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哈利路亚。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。第三个，侍奉上帝呢，要有祭司的生活。教会的事杂不杂？很杂。琐不琐碎？很琐碎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祭司的生活，你很难持续。这一位叫做那个张国思，他写了一本《结成为主》，他是一个灵修的神学作家，大家也可以去买他的书来看。他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对主忠诚最大的障碍，就是我们的服事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的服事，如果你没有维持一个祭司的生活，你所有的服事会变成你去亲近神的拦阻，你会变成把侍奉当成你的主，你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就是像耶稣所说的那个马大，但是主没有在里面。甚至呢，我讲的是更白一点，因为过多的服事，持续的服事，等一下刚前面讲，又要牺牲又要顺服，久了人的肉体怎么样，就会软弱，一定怎么样，开始产生很多的质疑、抱怨，然后呢，开始怀疑神，这个就变成你透过服事怎么来拉扯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坦白来说，有非常多的基督徒是因为服事而离开教会，而离开信仰。牧师真的很坦白的说出来，为什么？这个其实要反过来说，这个服事者他没有好好的去建立他自己本身该有的祭司的生活。那主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他就建立了很好的祭司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他的服事当中，你看他服事难不难呢？难呢，辛不辛苦？很辛苦。可是呢，他仍然甘心乐意的，甚至走上最难的路，十字架上。所以跟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有一个好像祭司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，这样做，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过祭司的生活。再跟旁边的人说一次，你是君尊的祭司。好，祭司的生活是怎么样？第一个，你要洁净自己。
就是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。2章9节说什么？我们是圣洁的国度。好，所以旧约的祭司他一定要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，他才能侍奉上帝。他献祭前要洗手洗脚。好，当然这是一个这个肉身的洁净，但是对我们而言呢，这就是一个预备，包括什么？你自己对你的罪的洁净。好，如果他们自己也是不洁的，他怎么为百姓来赎罪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上帝对祭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好，很严格的。好，你不可以剃头发，不可以纹身，不可以蓬头这个散发，不可以撕裂衣服，还不可以挨近死尸，这个都在利未记21章1到23节都有。因为你是已经被分别出来，要归耶和华为圣，所以圣所的侍奉你要自洁，你要洁净自己。好，你要自己常常的对罪要敏感，认罪悔改。好，有可能也许 maybe 你真的得罪神，你一定要祷告，而且要悔改。好，第二个要与主同行。好，彼得前书2章9节，他说什么？是属上帝的子民，是属谁的子民啊？上帝的子民。所以上帝是在人民的当中，上帝是在你的心中，上帝与你同在。好，可是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事是为了处理事情，忙碌了很久，然后呢，灵里面就特别的虚空。好，灵里面虚空，所以侍奉主。一位祭司，你很重要的条件，你要亲近神，你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好，你自己问你自己，你的内在生活是如何？你灵里的状况是怎么样？是一片光明，还是其实幽幽暗暗？好，灵修的生活对你来讲，你里面的金灯台是每天都有点灯，还是怎么？通常忽暗忽明，忽暗忽明，有时候连油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好，你有没有每天灵修祷告？好，牧师都没有讲说一定要每天要读几卷啊，还是祷告要多长？好，这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约定跟关系。但是你有没有去做？有没有去跟他交通？你要服侍他，他不在。他没有跟你同在，而且这不是只有服侍当天才做这件事情。我刚刚讲的，你是每一天都要过祭司的生活。好像目前礼拜4安排的这个课程，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课程。现在在教大家赞美，你不要想赞美很简单。我们很多弟兄们参加发现，哇，原来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但是呢，对我们灵里面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很多人开始每天早上5分钟的赞美，好，环境就改变，包括自己，最重要自己的心态改变。好，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，你也愿意来等候。好，所以像现在在做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，将来还会有等候神，还会有顺服这些，这都是基本的功夫。为什么？保持让你跟上帝同行。好，很多人可能可以从早到晚服侍一整天反正累了再喝咖啡嘛，然后灌个蛮牛。但是要你在神面前祷告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是什么？好困难。好，其实我们这次上赞美，很多人都是开口赞美，但是3句就没有。但是参加完之后，原来可以赞美到5分钟，好，赞美到5分钟。但是赞美，坦白来说，只是祷告的第一个而已因为你后面还有认罪感谢，然后这其实都只是你的前端而已好，所以实际上一个人的属灵的能力有多少，就要看你的祷告读经有多少，能够带出你的力量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如果你没有在为了要服侍神为了服侍神，没有好好的来亲近他，好，你会非常的
疲累，而且你会没有方向。好，那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有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然后呢，接着说你们尽是不可。所以这个其实是神对很多服侍他的孩子说：你可以不用这么累，你先亲近我，先让我的灵充满你。好，但是很多人的回答是什么？尽是不肯。好，我们还是习惯靠着我们自己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要表现最好的给上帝看。问题是，神没有跟你同在所以这个是白做工。好，第3个就是持续见证。祭司的生活要持续见证。好，彼得前书2章9节。好，后面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所以我们其实都要透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所说的、所做的，来让人看见上帝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，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持续保持，这是每天都要在祭司的生活里面。好，所以圣所的侍奉，我们再一次来复习。第一点，侍奉教会就是侍奉上帝。好，所以当你来教会参与任何的侍奉，那就是在服侍上帝。哈利路亚。第二，侍奉上帝就是将最好的给他。好，什么是最好的？神喜悦有牺牲，喜悦有顺服。第三，侍奉上帝要有祭司的生活。什么是祭司的生活？你要洁净自己，与主同行，持续见证。好，这都在彼得前书2章9节，这都是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教导。所以服侍上帝是不是荣耀的事？阿们。好，因为其实宇宙万物上帝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我们去做，但是什么？他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参与。好，这是上帝看得起我们。好，如果呢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子去参与服侍，这是一个新约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的一种特权。你也想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想做怎样？还做不到，还没得做。在罗马这个之前天主教的时代，想做怎样？不给你做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连那个君王你都没有资格在上帝的殿中来看门，你知道吗？即使是王所以那时候扫罗就被骂，因为他自己献祭，他是王他不可以做。但是现在神把这个祭司的职分，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圣所的幔子给裂开来之后，怎样？每个人都得着了，你就是君尊的祭司。哈利路亚！跟旁边的说，你是君尊的祭司。你是君尊的祭司。所以你要有圣所的侍奉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你侍奉的位置。来参与，其实沙望教会是一个非常开放，有些教会可能还是非常严谨，因为大的教会，所以像站在台上，你一定要是长老执事，感谢一定要是执事，等等的，当然这个也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用职称，而是用我们的心态，我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，我能够去把握住今天牧师所教导的这些来服侍。我相信上帝看你怎样，就是合他喜悦的服侍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上帝，我们何其的荣耀，何其的恩典，你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成为你所拣选的祭司，没有人排除在外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教会的侍奉，因为这就是服侍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限制跟我们所有的阻碍。主啊，这个侍奉可能会辛苦，也可能会有挑战，
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家人不是基督徒。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在教会的时候，有可能就会受到攻击跟拉扯。主求你给我们智慧，又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扛起这样的一个神所选召的职分，也帮助我们交通教会能够让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各按其职的来参与，也让更多有才华、有能力的人，他们能够毫无保留的来付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